一步不退，印度准备在与中国接壤的边境地区再次过冬，却无视战略陷阱。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印度政府目前正在加班加点的搞事儿，以便更好地支持其军队处理与中国的边境争端。但不断上升的运营成本依然是一个挑战。那么印度会不会因此而陷入发展战略陷阱呢？一名印度的现役高级军官说，印度军队正在准备今年冬天在拉达克东部的实际控制线沿线部署大规模的部队、武器和支持设备，以对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存在。这位官员补充说，印度军队装备精良，可以在拉达克地区进行长途运输，尽管费用巨大。在今年10月份的一次公开活动中，印度陆军总司令纳拉瓦尼将军表示，中国在拉达克东部地区的军事集结以及为维持大规模部署而进行的新基础设施建设令人担忧。他补充说，如果中国军队继续进行部署，印度军队也将保持其地区存在。目前，印度陆军已经在中印边境地区部署了5万名士兵，以及各种各样的大炮、主弹、坦克、阿什卡防空系统、快速反应地对空导弹武器系统、单兵防空系统，以及皮纳卡多管火箭发射器、步兵战斗车和高机动车辆等等。而另外一名陆军的高级官员告诉防务新闻的记者说，一项计划已经到位，向边境沿线的印度军队提供武器维修和支持设备。但是极端寒冷的气候仍然让军方担心。该官员补充说，从今年10月到明年3月，陆军将在每位士兵身上花费大约15000美元。印军的一名后勤军事专家指出，军队正在准备冬季的补给，包括口粮、工程和医疗物资、武器、弹药和设备，当然还包括大量的服装以及适合气候的车辆。每名士兵都需要储存80件的物品，包括大量的煤油、柴油和汽油，为部队提供热量，为车辆提供燃料。在整个冬季，印度的边境部队需要大约50万吨的物资，而这些物资主要是靠卡车来运送，而每辆卡车运送大约10吨的物资，大约需要1500美元。当然，印度还配备有不少从国外引进的运输机，而一架装载着50吨物资的 C-17 战略运输机每飞行小时大约要耗费34万5千美元的资金。到目前为止，印度军队已经花费了大约1亿美元，建立了数百个营地。另外还要为他们提供充足的电力、暖气、饮料和食品，以及各种各样的相关设施。其中一些营地设在拉达克东部地区的边境附近，而印度部署在中印地区高寒山地的那些士兵们还需要印军给他们提供更多的物资，才能保证他们能够生存下去。一些印度官员承认，他们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造更多的棚屋、掩体和弹药、武器和车辆的储备设施。而这些设施的建设并不是在寒冷的冬天实施的，而必须在天气比较暖和的时候才有可能开工建造。7年前，印度国有的边境公路组织受命在中印边境附近修建60多条战略边境公路。一名印度国防部的官员证实，36条战略道路目前已经全面投入了使用，但是还有很多条公路没有修通。印度官方的官员表示，印度陆军正在通过引进监视和战术无人机、远程侦察观测系统、战场监视雷达，旨在监视中国的军事部署，以增强其
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仅这一部分，印度将在未来的1到2年内花费大约5亿美元，以加强其相应的能力。印军在中印边境地区的对峙中，现在表现出的是一步不退的决心。莫迪政府也在持续的加大财力的投入，但是很有可能会因此而陷入一场导致印度发展受挫的战略陷阱。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要想在中印边境地区投入大量资金来建设相关的设施，必将严重冲击军费有限的印度军队的发展计划。中国军费是印度的好几倍，而且高原装备几乎全部都是来自国内。对我们来说，维持和加大在中印边境地区的军事投入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交通设施是非常齐全的，而且我们在边境地区部署的兵力也是有限的，够用就行。但是印军为了和中国军队在边境地区进行对峙，就不得不大量的购买国外的先进装备，而且还有可能是无法适应高原作战的装备。那么这些必然会影响到印军雄心勃勃的装备发展计划。这样如果印度的做法导致中国军队把战略注意力更多的转移到中印边境的方向，那么印度又不得不为此投入更多的资源，才有可能和中国进行抗衡。那么如果中印边境地区的谈判无法获得进展，中国必然会增加中印边境地区方面的投入，而且投入的资源会越来越大，而且我们的投入效益远远高于印方，这将导致印度不得不继续加码。那么这对印度政府、印度军方来讲，恐怕就是一个无底洞，什么时候能把这个洞填满，现在还真不得而知。第三，印军在中印边境地区采取不断征兵的措施，有可能导致中印关系的恶化，进而影响印度经济的复苏。边境问题如果控制不好，就有可能导致双方关系的紧张，影响到印度的供应链安全，甚至影响到印度的经济发展。中国对印度有着巨大的贸易顺差，潜台词就是印度对中国的供应链存在着严重的依赖性。中印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曾经一度打击了双边的贸易关系，但随着近几轮的军长级会谈所取得的成果，今年双方的贸易数字创下了新的纪录。如果印度政府和军队仍然要在边境地区一直搞这些小动作，而且不断的耗下去，那么中国肯定会奉陪到底，其结果很可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都会让印度承受不起。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